思思是在雨天放学后，好心帮成年男性撑伞，最后却被伤害被杀死的小女孩。常老头是坐公交被污蔑的老色狼，最后担心女孩安全，还不计前嫌帮那个女孩制服真正的坏人，最后自己却被捅穿了肚子。黑老太是小区着火，儿子明明懂怎么用灭火器和消防器材，却因为消防栓没水，不得不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被活生生的烧死。断头大 boss 是大型邪神组织成员的亲生儿子，成绩优异，名校毕业，好不容易逃离原生家庭，可他的父母被洗脑，听说吃亲生儿子的脑髓能长生不老，而我能和他们在这里重逢，组成怪异又别扭的一家人，或许也不是意外。其实在我车祸前一天，我发了工资，蹦蹦跳跳路过一座公墓，不知怎的，我突发奇想，就去附近的花店买了4束花，随机挑选了4座连在一起的墓，送给了故去的人。我记得那4个墓碑上的名字分别是秦思思、刘爱国、李翠兰、无名。原来他真的是无名。我进入恐怖游戏后，高度近视看不清，把血群鬼萝莉当亲女儿爱护，把大 boss 当老公处，把老诡异当亲爹妈孝敬。初次见面，我一把薅住大 boss 的腹肌，感叹他身材真不错，可惜就是矮了点。boss 气笑了，把手里的断头安到脖子上，磨着牙说他可是1.86米，让我现在再看看。车祸死后，一阵白光闪过，我来到一栋大楼前，耳边响起诡异的机械音。欢迎进入幸福之家副本，玩家在该副本存活7天即为通关，初始玩家30人，现存活30人，祝各位玩家游戏愉快。我是个高度近视，3米之内人畜不分，看不清大楼啥样，也看不清周围的人具体长什么样，只能看到大概人影。这时只听一个娇弱学生妹哭着说想回家，一个黄毛暴躁的骂着，问在搞什么鬼，要求赶紧放她回去。相对沉稳的一男一女走出来，他们自称老玩家，名叫红姐和俊哥，好心的给我们解释，这里是无限流游戏，被拉进这个游戏的都是死了的人，如果能通关所有副本，积攒够传说中的9999分就能复活。我一听能复活，急忙追问，通关一次副本能获得多少积分？红姐似乎情绪不高，低声说这跟我通关时的惊悚值有关，如果我是99惊悚值通关，那最后只能获得1积分，如果我是100惊悚值，那直接死。所谓惊悚值，顾名思义就是害怕程度，老玩家熟悉游戏后基本能把惊悚值控制在60以内，而新玩家嘛就比较惨。我摸着下巴又问，那如果是0惊悚值通关呢？最后能获得100积分吗？这话一出，在我看不到的地方，我的一切都被直播了出去，无数弹幕在嘲笑我，真是大言不惭。毕竟幸福之家虽然只是 S 级副本，等级不算最高，但因为其变态程度，至今都无人手通。上次第一公会的冥神就栽在这里，都坚持到第6天了，结果嘎了。这次随机匹配只有红姐和俊哥2个老玩家，俩加起来都不如冥神，看来这次又是团灭局。很快我们要选房间了，红姐说，虽然之前这个副本无人通关，但前面死的那些玩家也摸索了一点经验。这栋楼一共30层，1梯1户，每层只能入住1名玩家，而且幸福之家其实属于角色扮演类恐怖副本，每个房子里都有一些诡异入住，他们会扮演玩家的各种亲密关系，所以7天的同吃同住，惊悚值怎么可能不剧烈波动呢？俊哥急忙打断红姐的话，拉着她一起分别选了1楼和2楼。一见老玩家这么选择，有明眼人紧随其后，纷纷选择了低楼层。因为我近视跑不过，于是只好等大家选完，最后只剩一个30层给我了，仗着我看不到，弹幕又在叽里呱啦。这新玩家死定了。众所周知，楼层越高 BOSS 等级越高，尤其是30层全是大 BOSS， 号称死亡之家。我抵达30层，环顾了一圈后发现和现实中没有太大区别，不就是血腥味重了点，墙壁红了点，温度低了点，灯光暗了点，而且这可是大平层，还有我梦寐以求的家人爱。要知道现实中我不仅是一个高度近视的废物，还是一个孤儿，更是一个穷狗。我走到门口，毫不犹豫地伸手用力拍了拍门，口中大叫着，快开门啊，本宝宝我回家啦，再不开门我要饿死了。弹幕惊呆了，纯粹在找死吧。哪个玩家不是礼貌地敲门，或者在门口乖乖等着诡异心情好了来开门？不想看这种一点脑子都没有的莽夫，我要换个直播间，我去看看红姐。看，继续看，我倒要看她怎么死的。其实是他们不懂我的脑回路，既然是角色扮演，要和诡异成为一家人，那肯定是怎么自然怎么相处啊。难道现实中回自己家还要非常礼貌地说你好，有人在吗？请帮我开门。敲门声落，门咯吱一声打开，凉意席卷我全身，我舒服地喟叹一声，这简直是避暑圣地啊！
夏天都不用开空调了。我低头看到了一个矮小的红色人影，虽然我的视线一直模糊不清，但两条辫子一甩一甩的，应该是个穿着红裙的小孩。小孩阴森一笑，猛地朝我扑来，冰凉的小手掐住了我的脖子。我顺势把他搂在怀里，摸到他裙子是湿漉漉的，立刻不满地说：小孩子怎么能穿湿衣服呢？快脱下，我带你去换干净衣服。我的鼻子动了动，闻到了一阵血腥味，又焦急地问：你是不是哪里受伤了？药箱在哪儿？我帮你处理。弹幕恨铁不成钢的吐槽：大姐，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可是死亡之家的 BOSS 之一，他穿的不是湿漉漉的红裙，那是他把玩家杀人分尸染红的。血腥味也不是他受伤了，是他裙子上玩家的血。没事儿，等那位回家，他死定了。可惜我看不到这些弹幕，我一边抱着小孩走进家门，一边帮他脱下红裙子，从他精致的公主房翻出新的白裙子给他穿上。小孩掐在我脖子上的小手不知不觉松开了，感受到他的无措，我拿起热毛巾凑近了些，一点一点把他脸上的血污擦了个干净，这才看清原来是个可爱的小萝莉。我笑眯眯地指着自己的脸说，身为家人，互帮互助是我该做的，不过他是不是得亲我一口以表感谢？小萝莉扭捏地扯着白裙子，悄悄凑到我脸上，啪叽一口又快速离开，声音还软软糯糯地说：谢谢妈妈。啥？妈妈？我无痛当妈了，这简直是太酷啦！要知道，我现实中就听惯了各种死在生产台上的事情。我虽然渴望家庭，但最怕的就是生孩子了。我刚哄好小萝莉，让她午休一会，就听耳边传来机械音播报：初始玩家30人，现存活20人。没想到，仅仅是选房子，居然就死了10名玩家。我打开手机，把手机捧到眼睛前，这才勉强看清屏幕上的字，原来是大家在玩家群交换信息了，比如其他玩家都是怎么死的。据说暴躁黄毛和另外3个男人为了争夺3层，大打出手，最后黄毛险胜，入住3楼。只见黄毛刚敲开门，一个人身狗头的诡异就走出来，张出血盆大口，直接把黄毛整个吞了进去，最后还嚼吧嘴，吐出了几根沾着皮肉的白骨。在狗头半开的门里，其他玩家看见了一大堆白骨，他们猜测，也许那全都是以前玩家的尸骨。目睹这些，基本上所有新玩家的肾上腺素都增高了。现在除了红姐和俊哥，每个人的惊悚值都高达50，这才第一天。还有一个中年大叔，是在走进10楼大门的那一瞬间，惊悚值飙升至100，直接死了。其他玩家也是各种五花八门的死法，要么被惊悚杀死，要么被吓死。当然，这些都跟我无关。我站起身，趁着小萝莉在睡觉，勤快地从浴室里找到拖把，把整个房子都打扫了一遍。红色的地板砖被我硬生生地拖成了白色，我可真能干。墙壁上凝固的那些红色实在清理不掉，我便拿铲子把红色铲掉。等我忙碌完，已经是下午，我累得腰疼，趴在小萝莉旁边的沙发上沉沉睡去。我再次醒来时，正被一道冰冷的气息笼罩着，房子里很是暗沉，我面前站着一道模糊不清的黑影，虽然看不太清，但他说的第一句话，我就被这把嗓子拿捏了。他用低沉性感的嗓音轻笑，说：有趣，居然能在思思手里活到现在。紧接着，小萝莉思思阴冷的声音也响起，说：最好别动我，这妈妈有点意思，她要留着好好玩。男人没有回应她，大手一挥，名叫思思的小萝莉就从沙发上倒飞出去，撞上阳台的玻璃，发出砰的一声巨响，还有骨头散架的声音。男人冷笑说：不允许有人跟她这样说话的，真把自己当她女儿了。我忍不了了，一咕噜从沙发上爬起来，同时嘴里念叨：谁允许他这样跟孩子说话的？哪有他这样当爸爸的？我本想一巴掌拍在男人脸上，不知怎地，手一滑，一巴掌薅住了他的腹肌。这手感，我没忍住多摸了2把。眼见男人濒临暴怒，浑身冒黑气，我急忙找补，说：思思是我的小宝贝，她是我的大宝贝，我们就是相亲相爱一家人。其实那个老公，你身材挺不错的，就是怎么看着有点矮。没事儿，现在我来了，我以后每天都给你们做好吃的，保证你们父女都长得高高的。弹幕疯了，救命！他在说什么？他怎么敢在断头大 boss 面前说这些的？终于等到了断头大 boss， 他应该是幸福之家副本最强 boss 了吧？当初明神就死在他手里，可是大 boss 脸上为什么可疑的红了？客到了楼上，你真是饿了。直播间都在等着男人拧断我的脖子，之前的玩家都是这样的下场。没想到下一秒，男人抬手，忽然把手里拎着的脑袋安在了脖子上，然后凑近我，高冷邪魅的形象不复存在，声音夹杂一股莫名的委屈，说我矮，他可是实实在在的1.86米，让我再仔细看看呢。这年头，哪怕是诡异，只要他是男的，都在意身高啊。男人忽然叫我名字，劝我好好看，我一边猛地拽他领带，让他完全压在我身上，一边矫揉造作的呢喃说：看不清，再近点儿。盯着面前清晰放大的俊脸，我暗爽幸好，这个破恐怖游戏只看惊悚值，不看心跳值，不然
我指定死翘翘。见男人一直不说话，我担心他生气，立刻悻悻眼点头，谄媚起来。他1.86米，我1.66米，最萌身高差，我们真是天生一对爱。西装革履的男人脸色爆红，他正要说话，下一秒刚把自己骨头组合好的雪衣萝莉冲过来，一脚把男人踹上天花板，让他抠都抠不下来。然后小萝莉无辜地看着我，和我贴贴脸，眼神湿润，一口一个妈妈，思思，范范，这谁顶得住啊？我立刻从冰箱里翻出食材，眯着眼睛屁颠屁颠去给小萝莉和老公做饭了。我这一手厨艺真不是吹的，父女俩把碗盆都舔得干干净净。我去浴室洗澡时，似乎听到他们父慈女孝的在交谈。思思说其实留着这个女人也行，我做饭挺好吃的。男人却说明天那2位回来，知道这父女俩以后不吃他们做的饭会爆炸的。思思说那也叫饭，那2位敢有疑问，他先杀了他们。男人点头说好，还说要给思思放风。洗完澡的我很自觉地占领主卧，鬼鬼祟祟地从被窝里探出脑袋，看那道黑影一直坐在沙发上不动。于是我柔声柔气地开始展示自己的贤惠，问着我这老公，要不他去浴室洗身体，我帮他在厨房洗头吧，这样快一些。弹幕表示这是什么魔鬼建议？更离谱的是，断头大 boss 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居然同意了我这个提议。最终我和他进行了分头行动，我在厨房一边洗着男人的头，一边哼着歌。弹幕看着这诡异的一幕，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说依他们看，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宁念也是个死变态。他们哪知道，对我这个高度近视而言，手里其实就是在洗一个长了毛的黑皮西瓜而已嘛。忽然我手里的黑皮西瓜说话了，问我心情很好。我坦言说当然啦，我觉得我和他们父女相处得非常好，肯定能顺利通关的。黑皮西瓜凝视着我，忽然咧嘴一笑，诡异又俊俏，说我会如愿的。我温柔地看着他，其实也看不清，不要在意这些细节，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呢。黑皮西瓜，哦不是断头大 boss， 忽然整个头飞走，和刚走出浴室的身体完美衔接上，又变成了那个帅气逼人的1.86米大个子。男人似乎想起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声音阴哑地说他没有名字，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帮他取一个。说完，男人快速离开，情绪低沉地跟我说他要去客房睡觉。这老公真小气，就不能让我摸着腹肌睡觉吗？我挠挠头，一时之间也没想到好名字，便回房间继续想了。正思索时，下一秒一双漆黑的眼睛在我被子里出现，小脸散发着幽光，简直是咒怨现场。幸好我看不清，只看到一团模糊的白影，原来是思思。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钻进我被窝里了。我捏了捏他的小脸，把他提溜到我怀里，轻声教导说不可以说爸爸是老怪物，他会伤心的。思思不解地看着我，张了张嘴，露出被拔光牙齿的血淋淋光秃秃的嘴，嬉笑着说可是他也是小怪物啊，他们还叫他小狐狸精和小婊砸呢。我叹息一声，试图把这个小诡异的思维扳正，问他们是谁？他们说这些事儿他们不对，如果我以后遇到他们，无论怎样一定会帮思思骂回去打回去。可是思思不能这样说自己，我这个妈妈也会伤心的。后来我絮絮叨叨着，不知道怎么就睡着了。我不知道的是，在我睡着后，思思紧贴着我，凝视着我的睡颜，裙子红了又白，白了又红，而后低声嘀咕说妈妈会伤心的，不能让妈妈伤心。弹幕也心惊胆战的刷屏。第一次看到血衣萝莉的鬼气波动这么大，最后裙子居然一直是白色了，没有变过。我靠，这个新玩家改变了血衣萝莉的属性，有2把刷子啊！第二天，我是被机械音播报吵醒的。初始玩家30人，现存活15人。我迷迷糊糊地拿起手机，看到玩家群里在讨论昨晚又死了5个人，3人死于诡异之手，2人不知道经历了什么，惊悚值直达100，也没了。我忽然收到红姐给我发来的私聊，问我还好吗？昨天红姐一直在和2层的诡异交锋，一直没来得及跟我说，她提醒我前3天一定要抓紧时间攻略自己的家人。红姐看过当初明神的直播，这是她已知的信息，就当给我的补偿了。红姐怪自己没有提前说选房规则，导致我不得不住在30层。除此之外，红姐还在群里给不少新玩家提建议，俊哥则偶尔出来骂一句说干嘛告诉这些新玩家太善良，帮助人对他们又没什么好处。红姐则打字劝慰相识一场不容易，别这样计较。于是生存下来的玩家都对红姐感恩戴德。这2个老玩家有点意思。我微微一笑，把脸贴到屏幕上回复红姐我挺好的，多谢她关心。断头大 boss 一手拎着自己的脑袋，一手拎着身穿白裙子的思思，正在举哑铃。看到我抱着手机，他似乎知道了什么，微微蹙眉说不要过于相信。一句话没说完，他忽然捂着心口倒下。思思皱着小脸，一脸担忧地扶住他。我也快速冲过去，用身体接住他。副本机制限定 NPC 对玩家透露具体的通关信息。门外响起脚步声，每一脚似乎都踩在我的神经上，让我耳膜震动。思思急忙扑进我怀里，试图一屁股把躺在我怀里的断头大 boss 挤开，说是爷爷奶奶从老家回来了，让我别怕。
男人不甘示弱，纹丝不动，犹豫了一下，他立刻拉住我的手，红着脸重复说：别怕。真是一个纯情的大 boss 啊！我不怕不怕，反正我也看不清，看不清的一律视为正常人，反而很期待新 NPC 上线，助力我通关。看来是很健康的两位老人啊！要是在锁孔里转动时，直播间的弹幕也开始针尖对麦芒。莫名有点期待常大爷和黑老太，我不信没人治得了这个凝念。楼上的你什么心理？如果新玩家能手通，也给后面的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不是吗？啪嗒一声，门开了，迎面走进来两位诡异，他们微微驼着腰，似乎背着2个巨大的蛇皮袋。见到断头大 boss 倒在地上，老太太立刻尖叫着冲过来，一把推开我，嘴里怒骂说我个黑心肝的毒妇，问我怎么敢伤害他儿子的，要我偿命。厉鬼索命，我被黑气萦绕，凑近了些，我才看清老太太无比消瘦，似乎只剩一副骨架子，强撑起这身衣服般，头发一根不剩，五官糊成一团，只能清晰地看到嘴巴一张一合，裸露在外的皮肤全部焦黑，像是刚出炉的木炭。如果不靠声音，我还真是难以分辨她是一名女性。我急忙伸出另一只手，拉住黑老太的木炭手，心疼起来。妈，您的皮肤怎么干燥成这样？昨晚我自己用黄瓜做了一套面膜，问要不要拿来给她试试。正在骂骂咧咧的黑老太一愣，而后结结巴巴地说：也行。果然，哪有女人不爱美呢？见我真的端出一盆黄瓜开始给黑老太敷面膜，老头子不乐意了，骂死老太婆。他们本来说好要好好吓唬吓唬我这个新来的儿媳的。我定定地看着断头大 boss， 撇撇嘴，原来他还有旧媳妇儿。男人立刻沉下脸，身上散发出浓浓的黑气，顺手就把黑老太的骷髅头给拧了下来，真是哄堂大笑啊！男人冲我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个略带委屈的笑容，解释并没有，旧媳妇们没进门就被思思杀了。黑老太尴尬地把头装回去，拍了拍脸上的黄瓜，冲老头子阴森的一瞪眼，骂死老头子话多，让他滚去做饭。老头立刻闭嘴，拖着蛇皮袋还有肚子上的肠子朝厨房走去。他走过的地方，地板又变成了血红色。思思从地上爬起来，非常有礼貌地表示抗拒，跟奶奶说了对不起。他认为爷爷做的饭实在难吃。话音未落，老头掏了掏肚皮，从厨房甩出来一截肠子，把思思飞速卷了进去。老头发出桀桀怪笑，让他的乖孙女思思还是来陪爷爷做饭吧。我看着满地的肠子，回房间开始找针线，自言自语说：哎，老爸这毛衣脱线了，怎么也不补补呢？老头饭做好的时候，我针线也找到了。我殷勤地帮老头摆好饭菜，然后一把拉住老头，看他这拖着毛线满的跑，也挺不方便的，而且毛线还褪色，我昨天刚拖的地呀。4个诡异面面相觑，弹幕也恍然大悟，闹半天感情宁念不是胆子大定力强，是眼瞎。弹幕又炸开，我看他的行动，他还是能看清路的。我猜应该是个高度近视，我愿称他为宁神，给大家开辟了一条意想不到的通关思路。安静的看，我认为其实他还是很有智慧的。这句话刚飘过，我就薅住了老头的肠子，开始缝补。因为讲究攻习避嫌，我距离他还是有点远的，所以始终没看清是什么，只感觉湿漉漉的，于是抱怨说：这毛线怎么还是湿的？他是不是刚刚洗菜掉进水池了？老头也有点不知所措了，干巴巴地应了一句：应该吧。等我缝好老头的肚皮后，大家才和谐其实很尴尬地坐在桌子前准备吃饭。见大家不动，我自来熟地夹了一筷子鸡爪，见我往嘴里送，4个诡异满脸邪恶地盯着我。黑老太说：乖儿媳，这可是你爸今天从楼下带上来的新鲜食物，都是昨晚刚死的。楼下除了死去的玩家还能有什么？我立刻丢下筷子，装模作样的捂着肚子干呕了一声，朝断头大 boss 身上靠去，说：不行，我不能吃荤腥，大抵是昨晚一夜风流，我怀了。雪衣萝莉一脸看好戏的表情，长老头和黑老太满脸惊喜，急忙叫他们儿子把我抱进房间休息。断头大 boss 则是面红耳赤，抱着我仓皇起身，凑在我耳边低声呵斥说我胡说，他们明明都没有过。太纯情了，连睡过这2个字都说不出口。见此，我歪倒在他怀里，趁机摸了摸腹肌，也压低声音说没事，如果他愿意，我们现在睡也不是不可以。弹幕怒了，简直女流氓，这是我不花钱能看的吗？嘶哈嘶哈，其实断头大 boss 和念念女儿真的很配呢，一个外表邪色内心纯情，一个外表柔弱内心狂野。我宣布，我是你们的 CP 粉。最终我还是没能睡到断头大 boss， 因为一进房间，男人就强忍着脸红，跟我认真的打直球，说很抱歉我对他的爱意，虽然时间很短，但他承认对我的确也有不一样的感觉，只是思思是他的孩子，即使这是假的，是口中的游戏，他也希望能取得他的赞同再生2胎，这是他身为一位父亲的责任。我凝视着男人脖子上的狰狞伤疤，那是他断头的相接处，凑近了
我看得更清楚了，其实那甚至不是一道伤疤，而是无数道，像是被一把钝刀子砍了许多次才被砍断一般。这2天他一直带着领带遮挡着，我扯开领带，难以克制地吻了上去。男人惊慌地说别，他觉得丑，想要推开我，又突然想到自己是诡异，怕自己伤了我，有些手足无措。我吻着他说一点也不丑，一边亲吻一边呢喃，一边掉眼泪问疼吗？没有哪一刻我觉得他这样帅。我听见男人低笑，如冰雪消融说疼过了，现在不疼了。我假晕骗过了长老头和黑老太。总之这2天的饭菜都是我亲自下厨做的，用的冰箱里断头大 boss 买的菜，并没有动劳诡异们蛇皮袋里的那些食材。而为了以假乱真，第2晚开始，我和断头大 boss 睡到了一起。半夜我正琢磨着怎么勾搭他时，被窝里又适时钻出一张委屈巴巴的小脸，是思思。她叫着我妈妈，说我不爱她了，爸爸有什么香的，思思才香。说这话时，思思恶狠狠地瞪着男人，眼看着思思的白裙子要变红，男人脖子上的疤痕在变大，一场恶战在所难免。我急忙从床上跳起来大喊住手，你们不要再打了啦，不要再打了啦，我跟你们2个一起睡就是了啦。头3天安全度过，根据系统的实时播报，现在存活玩家只有12人了。第3天晚上，我忽然收到红姐的私聊消息，说明天开始就要拜访邻居了。听说只有拜访完这栋楼30层的全部诡异，才能解锁全部楼层，然后或许会出现最终的通关提示。我所在的是最难的30层，红姐一定要我帮助大家成功拜访30楼的诡异。当然，除去那些已经死去的玩家，剩下的玩家也会帮我说话，会帮我拜访他们的家人的。可惜了，当时明神死在第6天，拜访断头大 boss 时被杀，他们也不知道第7天会发生什么。看着红姐关切的话语和透露的信息，我伸了个懒腰，淡定无比地回了一句多谢，我当然愿意互帮互助啦。既然不知道第7天会发生什么，那就先好好完成接下来3天的任务吧。出门前，思思特意走到断头大 boss 面前，仰着脸让我快惹他。他说一定要变成红裙子，白裙子没有气场，等会吓唬不住那些东西。大 boss 敲了敲他的脑袋，说思思他只需要负责开心就行，有他在，谁敢动我？长老头爱不释手地摸着自己缝好的肚皮，一边接话说实在不行他就出绝招，去他们家门口讹他们。黑老太一边敷蔬菜面膜，一边探出骷髅头泼冷水，问他们3个没有读幸福之家居民管理条例吗？他们4个身为原住民，这3天是不能下楼跟着儿媳的，只能靠我自己。3个诡异瞬间偃旗息鼓，还是大 boss 漆黑的眼珠子转了转，忽然他想到了什么，他伸出手在脖子上的伤疤里掏啊掏，掏出了一把刀柄，然后他抓着刀柄扯出了一把满是铁锈的大菜刀，刀身还冒着浓浓黑气。当然我是没有看清他这一连串炫酷的动作的，我只恍惚看到2老1小看到菜刀后尖叫着退了3步，男人走到我面前，温柔地把菜刀递给我，让我拿着它，就没人敢对我动手。论实力，他应当算幸福之家最强，他能断我的头，定然也能断楼下所有诡异的头。机械音忽然在我耳边响起，这种私人播报没有公放。恭喜玩家获得5S 级道具爱的屠刀。他居然能为我做到这种地步，死人最是忌讳曾经杀死自己的东西，可他偏偏将它拔了出来，虔诚地送给我当武器。只有弹幕在发疯。我去，杀死大 boss 的菜刀居然是顶级道具，离了个大谱。S 级副本里居然有5S 级道具，还被一个新人获得了。好，各大公会的会长已经来直播间了，这是来抢人的吗？意念一出来就能直接进大公会了吧？我酸了。思思一见男人出尽风头，立刻冲进衣柜里翻箱倒柜，然后挑出一件最整洁的毫无折痕的白裙子捧在手上，对着我手里菜刀就冲了过来。或许因为惧怕，思思身上和手里的白裙子都立刻变成了血红。思思把手里的红裙子对着我一抛，红裙顿时穿到了我身上，而且完美变大，刚好贴合我的身材。思思搂住我的腰蹭了蹭，满脸眷恋，告诉我这是她被杀时穿的裙子，让我穿着能保护我。机械音再度响起，恭喜玩家获得4S 级道具天使之裙。不等我感动，长老头扯开我好不容易给他缝好的毛衣，在肚子上掏啊掏啊掏，掏出一个毛线团递给我，让我防身。机械音又一次响起，恭喜玩家获得3S 级道具宰相肚肠。黑老太紧随其后，干脆利落地扯下一只焦炭胳膊，说必要时刻可以助我一臂之力。机械音再一次响起，恭喜玩家获得2S 级道具枯木逢春。弹幕表示人麻木了，4个大 boss 整齐出动，依依不舍地把我送到了30层往下的楼梯口。我拿着一堆道具，看着身上的红裙，感动得稀里哗啦。谁说这是恐怖游戏的诡异？这不就是我最亲密可爱的家人吗？弹幕有些酸溜溜。刚抵达29层，我礼貌地敲门，才敲一声，门就开了。通过群消息得知，这层的玩家早就嘎了。门内露出一对龙凤胎姐弟的脸，他们看着似乎是少年模样，警惕地看了看我手里的道具，尤其是那把钝了的菜刀，讨好地对我抿唇微笑，递给了我29层的拜访卡片，
让我拿好。如果不是他们碎掉的脑袋，还有辨别不出形状的五官和发臭的衣服，肯定更有亲和力。我捏住朴素的卡片，卡片上只有一点点黑色的图案，看不出具体是什么。我对他们姐弟道了谢，然后礼貌地询问：可以请我进去喝一杯茶吗？我想或许可以跟他们聊聊他们的母亲和仇人的结局。其实刚进入这个恐怖游戏时，站在楼底下那会，我并不是什么也没干。在所有人都跑去抢夺楼层之后，我无聊地围着大楼转了5圈，终于在黑气萦绕的垃圾堆里，在一堆不知道是什么粘液的呕吐物里翻出来一张脏污废旧的报纸。幸好这是我这种社会底层的老本行，我是孤儿，小时候最常干的事情就是翻垃圾堆，看看有没有可以吃的可以用的，而这种地方都是容易被玩家们忽略的，更何况他们急着去抢楼层，根本没想过楼外面也会有东西。我毫不嫌弃地凑到报纸前面，仔细看着，我看见上面清楚地记录着幸福之家副本30个诡异进来的原因，还附带着他们的照片。弹幕激动地滋哇乱叫：我去，我错过了什么？之前这姐们在趴在地上翻垃圾堆，我以为她饿了。反思一下，为什么那份报纸凝神一个近视眼都能看到，我们却看不到？29层这对龙凤胎姐弟18岁生日前一天被亲爸骗上天台，然后被亲爸和情妇联手推下高楼。因为他们的爸爸是入赘，所以一直想谋夺他们妈妈的财产。最后为了防止2个孩子成年继承家产，情妇出此毒计，亲爸点头通过。他们姐弟死后的第3年，亲爸和情妇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他们的妈妈也关闭了公司，带着2个孩子的照片开始周游世界。一杯茶喝完，故事也说到了尽头。龙凤胎姐弟热泪盈眶地看着我，目送我起身走出29层大门后，我忽然伸手拍了拍他们衣服的尘土，说：从今天开始好好活着吧，即使是在这里，只要彼此思念，总有一天他们会和他们的妈妈重逢。看着他们重重点头，我欣慰地转身往下走。我来到28层，这层的玩家也早就嘎了，屈服于道具的淫威，不是，折服于我的美貌下。这层诡异在我刚敲门的瞬间就打开了门，恭敬地给我递上一张拜访卡片。她是一名穿着夸张 cos 服，画着夸张妆容，身体看起来却很健全的年轻女孩。我并没有丝毫惊讶，因为她不是出意外死的，她是吞安眠药自杀的。死的那年她19岁，正值青春年华，却因为一次偶然的衣服事件被逼到自杀。那时她在网上刷到了一件好看的衣服，于是就以图找图，买了同款，美滋滋的拍了照片上传到社交平台。她迎来上万条辱骂，说她没有戴假发，说她没有化妆，说她不尊重2次元，说她辱没了 cos 圈，拉低了 coser 的档次，说她就不应该活着。最后还对她的朋友、父母进行个人信息开盒，疯狂骚扰她的父母和亲朋好友，P她的遗照和黄图传给父母。女孩慌了，也怕了，她不懂什么 cos 不 cos， 也不懂什么圈子不圈子，她当时只是单纯的觉得那件衣服很漂亮，她想买来穿一穿。可后来她觉得她有罪，她应该以死结束这场罪恶。甚至在吞安眠药之前，她都穿着那件衣服，化了全妆，戴了假发。她就想着，万一到了阴曹地府，又遇到圈子里的人，再被骂一顿，甚至不准她投胎转世就不好了。我从她房间拿出卸妆棉，一点点擦去她脸上浓重的妆容，温柔地开导，说被圈住的从来都不是她，而是那些人。去世后的那些年，那些人陆陆续续生活着，或长大，或结婚，或生子，但是他们总归是不幸福的。有些人甚至进了精神病院，因为他们过于偏执。这里没有任何圈子，只有生与死。所以在这里，你还可以想穿什么衣服就穿什么衣服，想素颜就素颜，想浓妆就浓妆。等那些人死后，万一来了这里，女孩也可以疯狂折磨他们。当然，我认为他们那些人即使死了，也是不配再拥有一次复活机会的。听着我讲述的后续，女孩咧嘴笑了，她缓缓从背后抽出一对双环9节鞭，眼里泛起嗜血的光。那赫然就是女孩 cos 那个2次元角色的武器。女孩答应我会做自己，若有一日他们当真来了，死在自己崇敬的神之武器手中，将是他们的荣幸。这才对嘛，这才符合28层 boss 该有的气质。我来到27层，这层的诡异是一位穿着制服、化着妆、戴着围裙的女白领，有些不伦不类。她手中还牵着一个浑身被压碎的小男孩。即使我不看报纸，我也知道他们是谁。当初这个小男孩在学校出了车祸，妈妈情急之下穿着工作服去学校，却被有心之人传到网上，骂她是坐台女，说她儿子都死了还有心情化妆，质问她是不是刚从男人床上下来。这个妈妈悲痛之下承受不住网暴，选择了跳楼自杀。原来在这个世界，她和孩子相遇了。我正想开口安慰这位年轻的妈妈，没想到一脸恐怖的小男孩突然奶声奶气的开口说：阿姨，他自己已经把妈妈安慰好了，嘻嘻，如果他看到那些人出现，小男孩自己就会把他们都杀光光哦。小男孩还偷偷告诉我，其实3天前入住他们家的那个人，就是曾经欺负过妈妈的人。临死之前，那人苦苦哀求，说只是在网上转发了一条相关动态，没有骂过小男孩妈妈。可小男孩还是杀了他，因为小男孩觉得那是帮凶。他的妈妈他自己知道，
妈妈打扮漂亮是工作需要，其实只要妈妈高兴，哪怕她穿着工作服做饭，小男孩也会觉得妈妈是超人。我看向女人此时的打扮，慈爱地摸了摸小男孩的头，说他也是超人，他的超能力就是让妈妈变开心。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弹幕哭成一片。我就说，我们宁神是有大智慧的人，我的女神，好感人。念念真的是天使，是来救赎大家的天使。我一路往下，看到了很多熟悉又陌生的诡异，有寻亲路上惨死的男孩，有被校园霸凌致死的少年。我选择一一开解他们，并宽慰了他们。这2天下来，我严格按照朝9晚5的作息做任务，每天一回30层。思思就像个小猫咪一样扑来，在我脸上蹭啊蹭，亲昵地说好想我，我简直都要萌化了。而断头大 boss 则主动做好饭菜，一脸哀怨地拉着我的小手，不甘示弱地低语说其实他也想我。救命！妇女争锋，我想轻浮，多来点儿，我好爱。弹幕酸溜溜地说：死丫头，命真好，让我延2级。别想了，你上30层，我看你活不过1天。这样插科打诨，时间来到了第6天，我也来到了第10层。此时我手里已经收集了一堆拜访卡片。其实从20层开始往下， BOSS 没有那么恐怖了。我发现了2名幸存玩家，不过他们都不敢跟我作对，当然也轮不到他们帮我攻略邻居，因为这些邻居都很热情，也很可爱啊，主动开门，主动把拜访卡片送到我手中。后来他们也跟着我一起拜访其他邻居，我们一路往下来到了第10层。我们一行3人刚到10层，就见到一个2米高的人参狗头怪物伫立在走廊上，门大敞着，里面全是玩家的森森白骨。人参狗头怪物给我们递过来3张拜访卡片，我张了张嘴，正想说点什么，人参狗头怪物突然面向我，微微俯下身。即使我高度近视，我也看清了他犬齿间的碎肉。人参狗头怪物告诉我，不要以为30层4个家伙庇护着我，他就会畏惧我，至少在这件事情上，他绝不妥协。那就是第10层，但凡有人入住，永远都无人生还。不过看在我的面子上，他答应可以给看得顺眼的人类1张拜访卡片，让我不要妄想更多。我沉默了，我努力按下蠢蠢欲动的菜刀，低声安抚某人，不气不气，好男不跟狗斗。菜刀这才气哼哼地安稳下来。人参狗头怪物和人类的恩怨，或许要不仅追溯到他活着时，更要追溯到如今的现实。部分人类大肆虐杀猫、狗等动物，所以在这个世界出现一个人参狗头怪物，只在第10层虐杀人类。听起来这似乎是一件很公平的事情呢。我问，这种杀戮什么时候会结束呢？人参狗头怪物回问我，人类什么时候停止对动物的虐杀？气氛正尴尬时，楼下传来凄厉的呼救声。人参狗头怪物狰狞一笑，让我瞧瞧这些卑劣的人类，不仅杀异类，还杀同类，又开始自相残杀。与此同时，楼下惨叫停止，机械音响起播报，存活玩家仅剩5人。我和在场2名新玩家面面相觑，其中1名还是当初在楼底哭泣的学生妹。我们这里站了3人，这意味着9层到1层仅剩2人存活。我联想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打开手机，玩家群里死一般的沉寂。我打头阵，学生妹紧随其后，健身教练断后。我们一行3人小心翼翼地朝下走去，刚踩上9层的地板，一个透明罩子就朝我们3人照下。与此同时，墙后走出1男1女，他们手持绚丽的枪支，脸上露出张狂的笑意，说要交出我们全部的拜访卡片，否则就把我们和楼下这些愚蠢的家伙一样都给弄死。正是红姐和俊哥。从一开始，红姐和俊哥就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试图博得玩家们的信任。红姐给我发私信，其实有后半段没说。当初明神并非枉死，至少给后面的玩家提供了一条截至第6天的游戏思路，让玩家尽可能多地存活到第4天。其实不一定依靠要攻略邻居拿到所有拜访卡片，因为并不是所有玩家都和我一样好运，一下子能拥有这么多杀伤力道具震慑住诡异，甚至也没有看到楼底的报纸，无法从心灵层面说服诡异们。所以还有另外一种办法，抢夺与吞噬。从第4天开始，只要玩家 A 杀死玩家 B， 则玩家 A 同样会获得 B 层诡异的拜访卡片，并且会继承玩家 B 已经拥有的拜访卡片。所以这就跟养猪一样，只要 A 把这头叫 B 的猪养肥养大，然后又弱于 A， 最后 A 就能捡漏。而我们所有人都是红姐和俊哥养的猪，我意外成了猪王，呸呸呸！说白了，在恐怖游戏的规则里是允许且支持自相残杀的。只是这次红姐和俊哥看走眼了，我解开外套，露出红色长裙，从裙摆下拎出断头 BOSS 的菜刀、肠子、枯手。我倒是想听听他们想怎么弄死我。我举着菜刀随意挥了挥 ，S 级防护罩道具破损毁灭，红姐和俊哥的脸也一寸寸皲裂。
直到最后他们彻底瘫倒在地。红姐不断道歉，解释她只是太想复活了，求求不要杀他们，饶他们一命。我丝毫没有留情，也不顾他们的求饶。楼下那些玩家也这样求过他们的吧？他们放过其他玩家了吗？最后生锈菜刀仿佛有自主意识一般，朝着他们挥去，钝刀子割肉，一刀一刀都能把他们砍死。可刀还没碰到他们，看到这个 SSSSS 级的道具朝自己飞来，红姐和俊哥的惊悚值就直接飙升至100，爆体而亡，魂飞魄散，甚至没有留下一丝血腥味。最后我把那杀气腾腾的菜刀搂在怀里，低声安抚某人，不至于生气，我又没有受伤。我把红姐和俊哥两人依靠杀同伴收集的拜访卡片让给了学生妹和健身教练，好心交代他们现在还有时间可以去拜访20层到30层的诡异，还交代如果诡异针对你们，就说是30层宁念的朋友，是我叫他们上来拿卡片的。我相信我苦口婆心和诡异们谈了这么久，应该能给我一分薄面吧。学生妹和健身教练感激不已，连连对我鞠躬。我急忙避开，3个人搁着跳探戈一样，我独自往下收集自己需要的拜访卡片，再往下就更容易了。我一路几乎畅通无阻，几分钟集齐全部卡片。可是我的耳边并没有响起游戏提示音，我知道我还缺了最关键的那一张30层的卡片，30层的故事。可是我不是傻瓜，这些天相处，他们的故事我早就知道了啊。他们的确曾经是4个毫不相干的陌生人。思思是在雨天放学后好心帮成年男性撑伞，最后却被伤害被杀死的小女孩。常老头是坐公交被污蔑的老色狼，最后担心女孩安全，还不计前嫌帮那个女孩制服真正的坏人，最后自己却被捅穿了肚子。黑老太是小区着火，儿子明明懂怎么用灭火器和消防器材，却因为消防栓没水，不得不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被活生生的烧死。断头大 boss 是大型邪神组织成员的亲生儿子，成绩优异，名校毕业，好不容易逃离原生家庭，可他的父母被洗脑，听说吃亲生儿子的脑髓能长生不老，而我能和他们在这里重逢，组成怪异又别扭的一家人，或许也不是意外。其实在我车祸前一天，我发了工资，蹦蹦跳跳路过一座公墓，不知怎的，我突发奇想，就去附近的花店买了4束花，随机挑选了4座连在一起的墓，送给了故去的人。我记得那4个墓碑上的名字分别是秦思思、刘爱国、李翠兰、无名。原来他真的是无名。回到30层，我恢复正常，又没心没肺地笑起来。走到门口一看，门开着，也是从我出门开始，这扇门就没有锁过。他们一直在等我回来。客厅里坐着面带笑容的老老少少，他们做了一桌子美食，泡着我最爱喝的茶饮，几个人拉着我的手，让我众星捧月般的坐下，然后笑眯眯的告诉我刚刚那2位朋友上来，他们已经把拜访卡片给了，接下来他们希望我的第7天属于他们，让我们做一天真正的一家人。一天何其快乐，可一天又何其短暂。晚饭过后，夜幕降临，黑老太挥了挥手笔，在夜空划过星火，如同烟花。我急忙吹彩虹屁，说老妈可真厉害，一双手轻轻捧起我的脸，一个温软的唇落在我额头上，她的脸红得似乎要滴血，却还盯着我的唇，踟蹰着问她可以吗？要命，这种事还要问，非要人家一个女孩子主动，真是羞死个人了。我快速踮起脚，一把搭住她的肩，狠狠咬住她的唇。气息交融时，只见断头大 boss 猛地推开我，眼疾手快的一把拔下，猛地塞到我手里，眼神真诚的像一只大狗狗，说这样做你就不用踮脚那么累了。我星星眼的捧起她的头，温柔的亲吻。老公真的好聪明呢。弹幕纷纷表示，不是哥，我磕得正欢呢，你想吓死谁？这对臭情侣什么都好，就是过于变态而不自知。恩爱过后，断头大 boss 朝我手里塞了一张卡片，30张卡集齐。我看着手中的卡片图案，拼拼凑凑，顺着纹路快速在地上把它们摆好。一扇漆黑的门的图案在面前徐徐展开。与此同时，机械音在我耳边欢快地响起。恭喜玩家宁念获得幸福之家全部居民的喜爱，成功召唤议事之门。议事之门将在今晚11点出现，请幸存玩家带着家人准时前往1楼，打开议事之门离开，过时不候，否则玩家将永久迷失在该副本。弹幕激动地大吼，明天要见证历史了，幸福之家的首痛。可是想到要离开，我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开心呢。晚上11点，4大护法拉着我抵达了1楼。原本是铜墙铁壁的1楼院墙，现在上面赫然开着3扇古朴的黑色大门，每一扇门上面挂着不同数量的锁。我上面挂了4把，学生妹挂了1把，健身教练挂了2把。我隐隐猜到了什么，门上面分别写着玩家的名字，名字下方还标记着惊悚值。我的宁念
惊悚值0，学生妹的苏小沫惊悚值 99.9， 健身教练的方远惊悚值 90， 其余两人皆震惊地看着我，似乎不理解我是怎么做到的。这诡异明明很可爱也很温柔啊，有什么好怕的？机械音再度响起，语气有些幸灾乐祸的味道。请问各位玩家是否要喂食钥匙打开议事之门呢？请限今晚12点之前哦，各位还有1个小时时间，否则将永远迷失在该副本。钥匙除了30层的家门钥匙，我没有别的钥匙。可是大门上的锁孔都是心形的，一看就插不进去。我有些颓废地蹲在地上，拖着下巴，可怜兮兮地对断头大 boss、思思、长老头和黑老头撒娇。哎呀，怎么办呢？没有钥匙，我回不去了。我可以永远留下来陪他们了，嘻嘻，真开心。断头大 boss 忽然抬起我的下巴，半蹲下身体，平视着我，眼中一片诡异的赤红。他知道我已经猜到了钥匙是什么，所以才这么抗拒。可是我不知道，如果我迷失在这里，我并不会变成我们诡异中的一员，我只会变成四周的一缕黑雾。而所谓的恐怖游戏世界，全都充斥着这样的黑雾。他们没有情感，没有灵识，没有思想，甚至不能算一个东西。大 boss 说得很真诚，如果这样，还不如我先短暂的失去他一段时间。话音刚落，男人忽然抬起掌心，猛地插进自己胸口，掏出随手丢进了我门上的其中一个锁眼里。那把锁突然变成一个大头怪兽，把心脏吞噬得干干净净。啪嗒一声，锁开了第一把。机械因此时也有些愣住了，语气带着莫名的恐惧，问了声：请问其余尊贵的诡异大人们是否愿意奉献您的幸福之心，帮助您的家人打开这扇议事之门呢？是的，其实打开门的钥匙就是诡异家人们的心，而且必须是所谓的幸福之心。方远和苏小沫哀求地看向他们的诡异家人，可那3只诡异齐齐摇头，说抱歉，他们的心不是红色的，不是幸福之心。说着顺手剖开自己的胸膛，果然是3颗死寂的黑色的心脏。玩家在角色扮演时，总归是抱着害怕、恐惧、忍耐的想法去做任务的，因此7天下来，导致诡异们的心里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幸福，这也是副本的歹毒之处。方远忽然崩溃了，口中疯喊了一句，说什么狗屁幸福之心，那不就是活人的心脏吗？他也有。他不敢对诡异动手，于是趁苏小沫不察，直接把他整个人丢向他自己的门。方远门上的其中一把锁立刻变成一个大头怪兽，一口就把尖叫着的苏小沫吞了下去，连皮带骨吃了个干净。我甚至都没来得及阻止，方远又癫狂地把目光投向我，似乎也想把我丢进去，毕竟他要开2道锁。思思嗤笑一声，白裙无限变大，一口咬住方远。不消片刻，漫天飞舞的都是红色碎肉，鲜血把白裙染成了红色。然后他忽然扬起可爱的小脸，伸出白嫩的手臂，迅速掏出朝我门上的第2把锁丢去。长老头和黑老太也如法炮制，打开了我的第3把和第4把锁。黑老太说：好孩子，如果有朝一日我能见到他孩子，告诉他消防栓没水不是他的错。长老头也说好孩子，也告诉他的孩子，他的爸爸是个救人的大英雄，不是老色狼。我的眼泪一滴一滴落下，漆黑的铁门里爆发出刺眼的白光。我依旧是个高度近视眼，可这次我精准地扑向他们，死死抱住他们，哭着问他们没了心脏会不会死。断头大 boss 紧紧搂住我，黑眸中满是柔情，说不会死去，他们只是会失去所有记忆，不知道被丢到哪个副本打工而已，但是只要再次重逢，一定会想起我。最后12点的钟声敲响，4双大手齐齐把我推向铁门。我听见4道温柔眷恋的声音同时响起，让我好好照顾自己，别害怕，下次再见。聒噪的机械音在我耳边絮絮叨叨圆满通关，我没搭理机械音，贪婪地看向光外模糊不清的身影，视线定格在那道黑影上。这次我看清了，他眼角染着泪痕，在对我笑。